为警察的老婆做梦都没想到，她只是想帮白月光出口气，没成想就被惨遭报复的嘎掉了一家3口。只因她的初恋在路上和人发生争执，她就将对方拘留7天给初恋出气，结果那人留下案底怀恨在心，持刀闯进了老丈人家中。而碰巧老丈人被嘎的那天我也在现场，我给警察老婆打电话求助，她却忙着去幼儿园接初恋儿子放学，还反过来骂我心思恶毒的直接挂断电话。等她回来的时候早已变成一桩惨案。那天我照常去看望老丈人和丈母娘，结果刚打开门就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人手里正举着一把尖刀，警惕着看向我开门的方向。不许进来，你要是敢进来我就嘎了他们。我探头看进去，就见丈人丈母娘和小姨子被绳子捆个结实，而那个男人一只脚正踩在老丈人的头上。几个人见到我神情激动，老丈人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结果肚子上结结实实挨了那人一脚。你敢再动一下，我第一个弄死你！我操！别进来，你是干什么的？柳如烟那个贱人呢？我被他拘留，我儿子兵也当不成了，我女儿研也考不了了，我们一家都被他给毁了。今天这事要是解决不了，我就弄死他一家。杜子腾之前因为骑车不看路和人发生碰撞起了冲突，身为所长的柳如烟为了替他出这口恶气，就以殴打他人的罪名拘留了钱大强。现在钱大强放了出来，第一时间就找柳如烟报仇。他的喊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楼道里很快就被看热闹的住户给挤满，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眼见钱大强越来越激动，我赶紧安抚他的情绪。大哥，我是柳如烟的老公，你千万别冲动干傻事，我这就打电话让柳如烟回来。我掏出手机拨通柳如烟的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让他赶紧回来一趟。结果电话那边却传来柳如烟鄙夷的声音：张脑丸，你有病吧？我不就帮子腾接一次孩子吗？你竟然连这种故事都能编出来！我告诉你，张脑丸，子腾今天值班，我答应他要带孩子去游乐场，你没事别来烦我。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因为我开的外放，钱大强和周围的邻居都听到了柳如烟说的话。这什么闺女啊，还是警察呢，竟然连自己家里人都不管。禽兽不如，老柳家养这么个闺女，还不如一条狗呢。没听到吗？人家忙着陪别的男人和孩子，哪儿有时间管自己爹妈呀？眼见钱大强游走在失控的边缘，我慌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求你，你有什么要求我全部答应，你千万别伤害他们。我跪在地上拼命磕头。钱大强的情绪终是稳定了一些。我只有一个要求，让柳如那娘们滚过来道歉。谢谢你，你放心，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让她回来给你道歉。柳如烟的电话打不通，我只能求助她单位的同事，可她的同事我又没有电话，于是我颤抖地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哪知电话刚接通，对面竟传来了杜子腾的声音。我这才想起，杜子腾被柳如烟托关系安排到了指挥中心当了临时工，现在的工作就是接报警电话。但我此时已经顾不得他是谁了，赶紧快速地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他，让他设法联系柳如烟。赶快让柳如烟回来，她要再不回来，她爸妈和妹妹就真的没命了。电话那边的杜子腾嗤笑一声：张脑丸，你是不是真疯了？为了让柳如烟不帮我接孩子，你竟然咒她的亲人，你可真是个模范老公啊！我告诉你，110电话不是随便打的，你要再敢报假警，小心我就让他把你给拘留了。周围的邻居见他挂掉电话，赶紧也掏出手机报警，结果无一例外的都被杜子腾给警告了。眼见柳如烟不露面，钱大强彻底失去了理智。好，你毁我全家，那咱们都别好过。不要啊！我只来得及救下浑身都是刀伤的小姨子，周围看热闹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钱大强消失在小区门口的车水马龙里，直到我把小姨子送进手术室，派出所的人才踏着月色姗姗来迟。柳如烟的同事看到白布盖着的2具尸体和手术室门口刺眼的红灯，都是一脸的惊骇。副所长薛刚声音黄急的快步走到我旁边：姐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不报警？报警有什么用？我打了报警电话，你们说我报假警，我给你们所长打电话，可他忙着接孩子。孩子？什么孩子？你跟刘所也没孩子啊？不是我的，是你们指挥中心杜子腾的儿子，就是他在电话里说我报假警，还说要是再敢打电话就要拘留我。岂有此理，简直无法无天，太不像话了！我这就给刘所打电话。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柳如烟的电话，电话刚接通，他就劈头盖脸的质问柳如烟：柳如烟，你是哪去了？薛刚，摆正你的位置，我才是所长，你一个副所长有什么资格问我问题？我正在火车站，有什么事赶快说，我很忙的。火车站？你去火车站干什么？最近太累了，所里又没有什么事。子腾和明硕一直说想去拉萨玩，我就跟领导请了年假，陪他们爷俩出去放松一下。听到这里的薛刚当时就被气笑了。柳如烟，你爸你妈都没了，你妹妹现在还在手术室抢救，你居然还有脸出去旅游，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薛刚，你有病是不是？我一直拿你当朋友，没想到你竟然跟那个精神病是一伙的，一起帮着他骗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何起火来给我编故事。薛刚，你也真够可以的，
他张脑丸给了你什么好处？居然让你帮着他一起咒我全家！这几天我要安心陪子腾他们爷俩。没事，别给我打电话了。说完，他居然直接就把电话挂断了。薛刚再打过去，语音提示对方已经关机了。他挂断电话的同时，手术室门上的灯也灭了。医生推开手术室的门，你们谁是刘璇的家属？我是他姐夫。命虽然保住了，但右脸上有一道刀伤势在太深，今后恐怕会留下疤痕，而且他的那只手受伤太重，我们只能被迫截肢。病人因为失血过多，还在昏迷，先转入重症监护室观察一段时间。一瞬间，我浑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走了，脑中只觉得一阵剧烈的眩晕，靠在墙上差点站不稳。坐在长椅上，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要凉了。我跟柳如烟结婚5年，当年她考上警察，我就选择陪她在这个城市发展。在这个家里，他们没让我受过什么委屈，反倒是让我对他们的感情要比柳如烟还要深一些。可现在，就因为柳如烟的逞强，就因为她的虚荣，她亲手害死了自己的父母，还让自己的妹妹落下了终身的残疾。隔着厚厚的玻璃，看着病床上浑身缠满纱布的小姨子，我气得真恨不得杀了柳如烟。薛刚疯了一样给柳如烟打电话，却无一例外都是关机。他又打给杜子腾，可电话只是响了2声就被挂断了，再打过去同样也是关机了。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再管他和杜子腾的事了。除了配合警方的调查，我还要准备丈人丈母娘的后事，还要随时盯着重症监护室里的小姨子。这起恶性入室杀人事件受到了高度重视，已经闹得满城皆知，各种各样的版本传得天花乱坠。足足2天2夜没有合眼，柳璇终于醒了。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我只是委托医生告诉他安心治疗，隐瞒了丈人丈母娘的死讯。3天后，法医的尸检结束，我领回了丈人丈母娘的遗体，将他们送去殡仪馆火化。等我从殡仪馆出来，车后座上就多了2个骨灰盒。咱们回家了。我把丈人丈母娘的骨灰临时放在了家里，就是等着柳璇出院后再陪她一起将二老下葬。毕竟她才是丈人丈母娘的女儿，这件事上我不能擅自做主。柳璇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很快就转到了普通病房。得知丈人丈母娘的噩耗，她却只是麻木地点了点头。我吓坏了，生怕她受了什么刺激。柳璇，想哭就哭出来吧，别憋着，有姐夫在这儿，姐夫会一直陪着你的。姐夫，我没事，薇姐呢？柳璇，你姐她。算了，姐夫，你不用说了。其实那天那个男的拎着刀闯进咱们家，把我们捆了，还吵吵嚷嚷的要找我姐，我就知道肯定是他惹了什么事。可我没想到，爸妈真的不在了。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吧。姐夫，我真没想到我姐会这样，不仅婚内出轨，还害死了亲生父母。事到如今，你还认我这个小姨子吗？认，我这辈子都认你这个妹妹。你放心，等你将来好了，姐夫一定带你去最好的医院，把你脸上的这道疤给去掉。姐夫，其实那天你给我姐打电话，我都听到了。姐夫，我要他和那个王八蛋不得好死。因为案情实在过于清晰，所以除了通缉杀人凶手钱大强外，一切仿佛都没有任何变化。因为公安局暂时压下了命案的起因，所以网上也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柳如烟是所长，有15天的年假，所以这对远在拉萨玩失联的一家3口来说，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不然柳如烟早就打了个飞机跑回来了。这天晚上我刚下班，准备给柳璇做点流时送去，结果刚推开门，就见外出旅游的柳如烟如小猫般的蜷缩在她初恋怀里。这都几点了？你怎么才回来？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你去买点菜，给我们做几个你的拿手好菜。看着柳如烟恶心的嘴脸，我一句话也不想多说的径直进了厨房。想着柳璇还在恢复阶段，不能吃太过油腻的东西，于是准备给她煮个皮蛋瘦肉粥。哪知柳如烟屁颠屁颠的跟进厨房，眼见我在煮粥，登时变成了驴脸。你煮个破粥给谁难堪呢？你这是打算喂猪呢？我让你做几个拿手菜，你是耳朵聋了听不到吗？我的脸色逐渐铁青，柳如烟却好似没看到我越发阴沉的表情，还在自顾自的指手画脚。子腾爱吃鱼，你去买条鱼回来红烧。您说还在长身体，你再买点排骨炖了。孩子爱吃肉，想吃你自己做，我没时间给你和你的姘头当保姆。张脑丸，你甩脸子给谁看呢？让你做顿饭还委屈你了。我告诉你张脑丸，你少在这没事瞎吃醋。子腾一个大男人，离婚带个孩子有多不容易，我就是对他多照顾了一点。当初要不是他被他父母拖累，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娶我？我警告你，你要是让我在子腾面前没脸，有你好看的。那好看你奶奶个腿！眼看我让他丢了面子，柳如烟登时炸毛，拽着我的衣领就要揍我一顿。就在这时，杜子腾走了过来。怎么不愿意做？那看来我和明硕是没有那个口福吃你做的饭了。那个如烟，不如我们出去吃吧。我知道一家川味火锅相当正宗，我一直想去尝尝。赶紧滚蛋！哟，还生气了？如烟，你请我们出去吃吧。至于你，反正你也没时间，你就别跟着了。柳如烟，你真行啊！现在都不背人了，当着我的面就把姘头往家里领。张脑丸，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我跟腾腾是清白的，你要是再对他无礼，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懒得理会嚣张的汪男女，我索性饭也不做的准备出门。经过客厅时，我不经意的朝书房看了一眼，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打湿了。柳如烟，书房里的那2个骨灰盒呢？说起这个我就来气，也不知道你那猪脑子怎么想的。你说你在家里摆点什么不好，还装模作样的摆2个骨灰盒，做戏还做全套。你可别说那里面装的是我爸妈。柳如烟，我没跟你开玩笑，那真的是你爸妈的骨灰。哎呦，你猜我信不信就完了。因为丈人丈母家是凶案现场，没破案之前任何人不得出入，所以我只能把骨灰临时放在家里，哪知却被他们的亲生女儿当成了骗人的道具。张脑丸，你真是笑死我了！不是我说你，你摆那2玩意，知道的认为你是在吓唬如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咒谁呢。我没理会肚子疼的阴阳怪气，老丈人跟丈母娘待我如亲生，我不能让他们死后还被人扬了骨灰。柳如烟，我问你最后一遍，骨灰盒你弄哪去了？张脑丸，你好好跟如烟说话。那么2个晦气的东西，我早让如烟拿出去丢掉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特别不吉利，以后吓唬人也不能。一想到岳父岳母的骨灰被人扬了，我气不打一处来的揍向肚子疼。我让你扔哪了？马上给我捡回来！柳如烟，你老公打我，你就这么干看着？听到初恋的叫嚷，柳如烟二话不说，直接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这娘们真不愧是派出所的所长，那一巴掌力道真大，直打得我眼冒金星，耳朵里一阵风鸣，就连鼻子里也有一股热热的东西淌出来。张脑丸，你闹够了没有？都告诉你不要给梓腾掉脸子，你偏不听。张脑丸，我今天要是不把你拘留了，我就跟你姓。一旁的柳如烟听他这么说，顿时默不作声地表示认同。肚子疼掏出兜里关了10多天机的手机，马上就要给同事打电话报警，哪知他刚刚开机，上百条的信息铺天盖地的涌来。半晌过后，肚子疼依旧拿着手机愣在原地，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腾腾，怎么了呀？你快报警，我来抓他，我给你出气。如烟，你爸妈没了。什么？梓腾，你说什么？如烟，张脑丸说的没错，你爸妈没了。柳如烟慌忙将自己的手机开机，直到看到泼天的谩骂信息和无数的未接来电，他才一脸震惊地看向我。我爸妈真的死了。你不是都看到了？张脑丸，你好狠的心，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柳如烟，你用你的脑浆好好想一想，我没跟你说吗？张脑丸，就算你对我不满，可我爸我妈对你向来不错，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害，你为什么不报警？我爸妈对你那么好，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我好像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笑得我捂着肚子几乎跪在地上。柳如烟，你怎么知道我没报警？你再用你的脑浆想一想，那天值班的接线员是谁？如果你想不起来，我不妨提醒一下你，你出去旅游帮谁请的假？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柳如烟双眼通红的看向肚子疼，肚子疼却满脸虚伪的拼命摇头。如烟，你别听张脑丸放屁，这都是他瞎编的。我根本没接到什么报警电话。你才放螺丝拐弯屁！柳如烟，你们报警台不是有电话录音吗？你可以亲自去查。张脑丸，你不要得寸进尺。柳如烟，你惹的祸，现在让你爸妈来背这个锅。你妹妹到现在还缺着一只手躺在医院，而你呢，还陪着这个罪魁祸首卿卿我我，你是不是感觉很光荣？不会的，不会的，我爸妈长命百岁，怎么可能会死？你一定是骗我的，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柳如烟的余光瞥向书房，一层有若实质的惊恐爬上了她狰狞的脸。她伸出手指向书房，声音颤抖的几乎说不出话。那两个真的是……柳如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把你爸你妈扔哪去了？医院里，柳如烟见到了手腕上光秃秃的柳璇，她一改往日高高在上的姿态，扑通一声跪倒在柳璇的病床前。柳璇，你放心，姐姐一定找最好的大夫把你治好。那个亲手把你害成这样的混蛋，我也一定亲手给你抓回来。刘所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把我们一家害成罪魁祸首的就是你，你怎么好意思舔着个脸跟我说一定要把坏人绳之以法的？不是这样的，姐姐，爸妈都走了这么多天了，你说你怎么还不去死？好看吗？这都是你的杰作，是你造的孽，是你要替那个王八蛋出气，搭上了我们全家的命。够了，柳璇，我可是你亲姐，你就这么跟我说话的吗？我现在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难道什么错都是我的吗？难道他张脑丸就一点错都没有？他当时不是在现场吗？为什么他眼睁睁看着爸妈被害，他为什么不用自己换下你们3个人？因为他压根就没把你们当成家人。你到底懂不懂事？我看你就是被他给洗脑了。爸妈的死，除了我，他也有责任。柳璇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亲姐姐，完全没想到她居然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你滚吧，我以后没你这姐姐。对了，爸妈的葬礼也请你不要来，我怕你扰了他们的清静。听到柳璇要给父母举办葬礼，
柳如烟的后背瞬时就被冷汗打湿，她结结巴巴地整理着措辞。那个，小璇啊，爸妈的骨灰被……后来我才知道，岳父岳母的骨灰被他扔到了附近的工地。等到他再想回去找的时候，发现他爸妈的骨灰已经连着那些建筑垃圾一起被渣土车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小心翼翼地跟柳璇解释自己扔掉了爸妈的骨灰，结果柳璇当场暴走。等柳如烟再从病房出来时，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血人，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他却仿佛没有知觉似的，如同一具行尸走肉一样离开了医院。这边的他刚走出医院门口，就被带队赶来的薛刚截住了。刘所想就这么死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不远处，隐匿在黑暗中的钱大强咬紧牙关，赤红色的双眼中满是复仇的火焰。柳如烟，你放心，我一定会亲手宰了你。柳如烟，局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就因为你这条臭鱼，咱们的先进资格没了。兄弟几个跟了你，简直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你个害死自己爹妈的垃圾，死的人怎么不是你？面对手下的指责和嘲讽，柳如烟没有表现出任何应有的怒气。面对众人的质问，他仍旧面不改色地询问杜子腾的现状。子腾呢？他就是个临时工，应该没什么事吧？柳大所长，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恋爱脑呢？人家早把你卖了。杜子腾只是临时工，但是接警电话显示事发的20分钟里，他拒绝了起码13通报警电话的出境请求，甚至连查证和汇报都没有，有些更是在听到报案地址时就直接挂断，还恐吓人家再报假警就要让人家好看。局里的调查组对他进行盘问，他说这都是在你的手艺下才这么说的。不可能，我没让他这么说过，我也是老警察了，我怎么可能会告诉他部里报警人的电话呢？人家都有录音的，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柳如烟再无话可说，当天晚上就被调查组带往不知名的地方。因为这起入室杀人案影响非常恶劣，柳如烟和杜子腾分别因为渎职和玩忽职守被依法起诉。杜子腾为了免责，提供了大量和柳如烟的录音，其中就有柳如烟要他不用搭理张脑丸那个疯子的对话。最终因为本案的特殊性，柳如烟因为玩忽职守和执法不规范被开除出公安队伍，杜子腾因为是临时工，所以只因为渎职被判赔偿受害者家属18万元。可柳如烟却在妹妹柳璇无法出庭的情况下，当庭对杜子腾表示谅解，放弃了这笔赔偿。刚刚出院的柳璇听到这个消息时差点疯了。柳如烟知道自己现在和柳璇无法沟通，为了让柳璇放下仇恨，他居然让我去当说客来劝服柳璇接纳杜子腾。柳如烟，你不要脸，我还有脸呢！你爸妈被杜子腾害死，你居然还好意思让自己已经残疾的妹妹去原谅一个罪魁祸首？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猪粪吗？脑丸，就这一次，你再帮我一次。我一天也跟你待不下去了。你如果不同意离婚，那我就去法院起诉，到时候看谁丢脸丢得厉害。现在这件事已经闹得全网皆知，所以柳如烟只得忍气吞声地签下了那份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从婚姻登记处出来，我第一时间卖掉了房子，和同样卖掉了老房子的柳璇在郊区租下了一间小厂房，改造成了工作室。离婚后，柳如烟堂而皇之的和杜子腾待在了一起，因为杜子腾和柳如烟出柜被前妻发现，同时可怜的前妻姐也发现杜子腾在背着自己偷偷转移财产，于是直接把杜子腾告上了法庭，差点把他光着屁股从家里给撵出去。要是换做以前，我可能还会因为这种事和他大吵一架，但如今他有什么样的操作我都不觉得意外。柳如烟很快搬进了杜子腾的家，一家3口过上了自己的狗日子。因为丈人丈母娘的骨灰被柳如烟扔掉，所以柳璇只得收拾了几件丈人丈母娘生前的旧衣服装进骨灰盒里当做衣冠冢。下葬那天，柳如烟带着杜子腾父子出现，强行表示要给丈人丈母娘磕头，让二老认认干孙子。姐妹两个在丈人丈母娘的墓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事后这段视频被来参加葬礼的人发到了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柳如烟和杜子腾2个人做过的事被毫无保留的曝光到了网上，引来了网上的一片骂声，甚至连2个人的所有信息也被热心的网友扒了个一干二净，细致到连杜子腾家门锁的型号都被曝光了出来，这也给他们一家招来了杀身之祸。钱大强自从被柳如烟拘留后，本来已经通过政审的儿子彻底失去了当兵的资格，而已经准备考研的女儿也因为经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失常。钱大强的老婆只觉得这一切都是钱大强的错，二话不说的收拾行李跟人跑了。嘎掉柳如烟父母后，潜逃的钱大强在网上看到了网友对柳如烟的网暴，又看到了网上曝光的信息和地址，于是早已走投无路的钱大强选择直接一条道走到黑。他悄悄溜回城里才好了点，这才趁着夜色敲开了杜子腾家的门。你找谁啊？你不要过来啊！柳如烟，我说过的，一定会亲手宰了你。不要啊！身为警察的老婆做梦都没想到，她只是想帮白月光出口气，没成想就被惨遭报复的嘎掉了一家3口。我只来得及救下浑身都是刀伤的小姨子，跌上级。等警察赶到杜子腾家时，发现杜子腾已倒在了血泊里。
柳如烟和杜子腾的儿子被捆在椅子上，两个人浑身血肉模糊，身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好肉。钱大强悠哉悠哉地坐在椅子上刷着张脑丸的视频，好像这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等我和柳璇接到通知赶到医院的时候，一眼就看到瘫痪在床的柳如烟和已经变得痴傻的杜明硕。后来我才知道，钱大强敲晕杜子腾后，又设计敲晕了柳如烟。等几人醒转之后，当着杜子腾和杜明硕的面侵犯了柳如烟100年。如今杜子腾身首异处，警方最后在马桶里找到他千疮百孔的脑袋。柳如烟因为脊骨被打断导致高位截瘫，余生只能躺在床上被人伺候。可尽管如此，柳如烟依旧死不悔改，她瘫在病床上哭着求柳璇收养杜明硕。柳璇，我就你这一个妹妹，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子腾的孩子，也算是我的孩子，你也是那孩子的姑姑，你可不能不管他呀。眼见柳璇不说话，他又将目光转移到我的身上。张脑丸，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帮我劝劝柳璇吧，他现在只听你的话，求你了。柳璇，你可想好了，为了这么个无亲无故的孩子，你难道要断送自己的一辈子吗？放心吧哥，我怎么可能那么傻？姐姐，你可别怪我，我被你害成这样啊！我现在没把你掐死送你去见爸妈，你就应该感谢和谐社会把你给救了。柳璇说完后不顾柳如烟的哀嚎，转身跟我一起离开了医院。2年后，我们的网店出了爆款，我和柳璇也收获了更多的订单。赚钱以后，我联系了国内最好的整容医院，如愿将柳璇脸上的疤痕彻底抹掉。这天我们一如既往的再次庆祝，开了一笔大单。饭后就在商业街的路口，我看到了一个趴在木板上用手支撑着前行的乞丐，蓬头垢面的女乞丐身旁用绳子拴着一个嘿嘿傻笑、满脸黝黑的小男孩。好心的路人，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们娘俩吧。我的钱宁可喂狗都不会给你。柳璇拽着我的胳膊快步从乞丐身边走过，我回头看了一眼，不由感叹苍天有眼，恶人自有天收，缺德事做多了，真的是会遭报应。至此全文结束。